你知道在香港参选也可能是犯罪行为吗？有47名民主派人士就因为计划参与选举而遭到了政府指控，犯下了港版国安法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香港47人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香港法院做出了47人案判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因为这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被控罪人数最多的一起案件，而且被指控的47人包含了黄之锋戴耀廷、何桂兰等等的，几乎都是香港知名的民主运动人士。这些人都因为参与了2020年民主派立法会初选，而被香港政府以港版国安法当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而这个罪最高甚至可以被判处无期徒刑。因此，整起案件呢，也被不少人权组织认为是对于香港民运人士的政治迫害。那今天这题呢，是我们的会员福利议题学院池选出来的题目，就会跟大家一起聊聊为什么参与选举会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现在案件进度到哪了？那这起案件对于香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正在寻找工作机会吗？那就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招募资讯了。除了经营志奇七频道，我们简约设计还横跨了动画制作、网站设计、社群营销、线上课程、幼教绘本等多项领域。团队当中更有许多厉害的专业工作者。现在我们想要招募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团队，一起前进。这边也分享一下我们公司正职同事们普遍都很喜欢的3大福利制度。第一，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大家一起放福利假。第二，可以弹性的选择居家远距办公，让你省去大量的通勤时间。第三，你可以自己调整上下班的时间点，打造最舒适的工作节奏。那除了正职职缺我们也还有各种兼职接案的工作机会哦。如果你有兴趣，那就赶快到资讯栏点击连结，看看详细的职缺内容吧。这起事件的背景要从2019年底说起，当时反送中运动已经延烧了好几个月，但政府还是没有答应多数的诉求，运动陷入了焦灼。但就在11月，香港举办区议会选举，相对支持运动的民主派政党呢，不仅击败了亲中的建制派，更史无前例的拿下了约90%的席次。这让一些运动者看到希望，呼吁把运动目标转向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希望用非暴力的体制内手段向政府施压。法律学者戴耀廷呢，也在苹果日报发表文章，提出计划方针。首先，民主派呢要取得立法会过半的席次，并否决所有预算案，让特首呢按基本法规定解散立法会，重新选举。接着，他们要再度的取得过半的席次，并再度的否决所有的预算案。那根据基本法规定到了这个时候，行政长官也就是特首就必须要辞职。那由于当时香港立法会呢总共会有70席，所以这个计划呢也被称作是35+计划。而为了落实这个计划戴耀廷屈诺轩等等的民主派人士开始共同商讨选举策略，并决定在2020年7月举办民主派初选来确定推派人选。结果初选的回响非常的热烈，一共呢有超过61万选民投票，甚至还刷新了香港史上最高投票纪录。而民主派呢也顺利的选出了共48名的准候选人。但后来这些人不仅根本没得参选，还有许多人遭到了逮捕。在初选举行的前夕呢，2020年6月底，港版国安法正式上路。这套法律除了延续中国国安法的精神，把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勾结外国势力、颠覆国家政权列为刑法重罪，更在香港的既有制度之外，另外建立了一套国安专用的检警司法体系。而在初选结束不久之后，香港政府也马上用不支持港版国安法等等的理由，取消多位的民主派提名人的参选资格。后来又以疫情为由，把立法会选举推迟1年，并且呢，在这1年当中调整选举规则，变成只有官方认证的爱国者才能够参选。此外，隔年1月初，根据港版国安法设立的国安警察突然逮捕了55名民主派初选参与者，其中47人呢，在2月28号遭到了起诉，罪名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这47人之中呢，包含了黄之锋等等42名民主派初选的参选者，他们呢被认定是罪比较轻的参与者，另外4人呢则被认定是初选的组织者，而提出35+计划概念的戴耀廷则被认定是主谋首脑。但计划参与选举、举办党内初选，这到底为什么会涉嫌颠覆政权呢？根据港版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的定义是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或以其他非法手段试图颠覆国家政权。
负责起诉的香港律政司呢，指控民主派的35家计划只是试图用其他非法手段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计谋。而他们提出的主要罪证呢，是戴耀廷当初在《苹果日报》上面发表的文章。他们认为从文章当中可以看出，被告组织民主派初选，就是为了透过否决预算案来瘫痪香港政府，迫使特首下台，最终达到动摇一国两制跟中国主权的目的。而至于被告这边呢，有辩护律师主张律政司所指控的犯罪事由都是合法行为，比如否决预算案，这本来就是立法会议员的合法权利，而让特首辞职的机制也是基本法的规定，因此不能够算是其他非法手段。此外呢，他们也表示举办初选的目的是想要依照原有的宪政机制去推动改革，这并不能够算是意图颠覆现有政权。那从国际社会到香港舆论，多数的声音也都认为这起案件是政治迫害，而后续司法审理阶段发生的事情，又让这样的猜测更加的强烈。报道指出，47人案的司法审判过程打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首先是审讯过程不透明，比如拒绝公开审讯限制传媒报道等等。再来，司法独立性也受到质疑，比如这次案件呢，特别打破了香港的司法惯例，不设陪审团，只由特首指派的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此外呢，官司的进度一再延误法院又不让多数被告保释，导致许多被告呢在未审未判的状况之下，长期遭到羁押。根据报道呢，这起案件在2021年2月起诉之后，过了整整2年才开始审判，而且审期呢原定90天，后来拖审了超过1年，直到今年的5月底，法院才做出了裁决。那到了裁决出炉的时候呢，有32名被告已经被羁押了3年左右。外界认为这种长期羁押呢，形同于未审先囚，目的是想要逼迫被告选择认罪。而事实上呢，选择认罪的被告也真的随着羁押的时间渐渐增加。2021年9月呢，还只有3名被告表示会认罪，但到了2023年开审之前呢，包含了戴耀廷在内，一共就有31人选择认罪，其中4人还转当污点证人。而至于剩下的16名不认罪被告，也终于在今年5月底迎来了他们的判决结果。5月30日，香港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基于证据不足等等的原因，2人获判无罪。不过律政司表态会继续上诉，而其余的14名被告全部都被判有罪。法院呢随后发布了近9万字的判决书，当中解释说，编列预算是港府的职权，因此意图干扰破坏这项职权，就是意图颠覆国家政权。此外呢，立法会虽然可以表决预算案，但无差别否决是滥用权力，所以是非法的手段。而这14名被判有罪的人呢，跟先前认罪的31人，也会在6月底进入最后的求情程序，也就是港英司法体制下面说服法官从轻发落的最后机会。目前已经有26人完成求情，求情的内容呢，多半是围绕在刑期上面。比如戴耀廷呢，就在求情信当中表示，自己当初是真诚错信初选计划合法，也希望法官考虑到他认罪，能够判他2年刑期。但也有的人呢，在求情信当中坚持不认罪，比如前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余慧明，就在信中表示他现在依然认为透过选票改变秩序没有错，而也许自己唯一的错是太爱香港。那原定呢会在8月初完成所有人的求情，但前阵子香港法院呢又以不可预见的情况为由延期，所以后续的量刑结果可能还要再等几个月才会知道了。作为港版国安法上路以来最大规模的案件，47人案从一开始就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判决出炉之后呢，不少国家组织也连声谴责政治入罪。而没了质疑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呼吁其他国家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抹黑香港法治，也表示中央全力支持港府打击犯罪。而香港现任特首李家超也强调，政府维护国安天经地义。而至于香港的舆论反应，则是跟前期有着明显的变化。2021年初，47人刚被起诉时呢，还有不少人到法院外拉布条、呼口号呢，声援被告，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但到了2023年开审的时候，虽然还是有上百人到场但他们多半不再拉布条抗议，而是排队等着进法院旁听。那今年5月底判决当日呢，也同样有上百人在法院外排队等待旁听。报道指出，这些人多半不愿意受访，就算受访了，被问到你为什么要来排队时，也只是顾左右而言他的回说，别人排队我就跟着排。但还是有人含糊的表示说，他到场是因为觉得这次的判决很重要，会为香港某个阶段的历史画下终点，象征着香港的转变。那47人案到底象征着香港怎么样的转变呢？许多分析提到，中国之所以实施港版国安法，就是想要突破原本港英政府的制度框架，在法律跟制度的层面呢，彻底的改造他们治理香港的模式。
那作为目前被控人数最多，也是首宗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国安法案件，47人案呢，很可能就是在为这种改变打基础。周敏等等法律学者就指说，遵照基本法设计的35+计划被指控违反国安法，可能就象征着国安法可以凌驾基本法，甚至可能去影响普通法的判例。此外呢 ，Renews 的分析也有提到，法官其实也承认国安法没有准确定义什么叫做国家政权，因此法官呢就借由这场审判，进一步的延伸定义了所谓国家政权的概念，把统治当局到国家的权力都算是一种所谓的国家政权。同时呢，不少学者也认为中国跟香港政府应该也是想要借着这个案件，彻底的打击2019年反送中激起的社会力量，并画下红线，让香港民众知道，即使呢是用和平手段抗争也是犯罪。那不少报道就指出，这起案件呢也确实影响了香港的社会风气。一名香港前议员就匿名的向德国之声表示，他认为寒蝉效应已经渗透进香港的公民社会，迫使许多港人不再继续的关心公共事务了。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想要先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跟大家一起研究重要的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这集呢，也是我们的会员票选出来的题目哦。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从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已经过去5年了。在这5年之间，除了法律跟制度上面的改变之外，我们看到香港方方面面的改变，比如之前介绍过的教育被干涉啊，苹果被停刊，跟港人移民潮等等。但也远远不止这些，还有电影被禁播、歌曲被禁唱，甚至前阵子歌手何韵诗在私人住所举行的线上演唱会也被香港警察强行中断。香港自由空间的逐步限缩，老实说是在我们预测之内的事情，但看到它以这么快的速度一步步成真，我们还是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流亡英国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呢，在接受报道者采访时说，这个案件的定罪结果不让人意外，但不意外不代表合理。那或许就是因为不论再怎么样能够预期到现况的荒谬程度，还是会让人难以接受。那虽然我们对于香港的未来不是很乐观，但我们还是觉得持续的关心、持续诉说是重要的。因为我们觉得中国政府之所以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在香港推动这么多极端的改变，就是想要让人绝望，想要让人呢去被迫的习惯这些不合理的事情，从而不会再有任何想做什么的心情。也就是说呢，我们认为持续谈论的意义或价值，或许就是要避免大家对这一切感到麻木。而且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的香港人都没有放弃，包含了那些在海外持续发生的，那些在香港低调关注的，也包含了那些不认罪的，比如在囚禁信当中坚持没有错的俞惠明，或在答辩时高呼无罪可认的长毛梁国雄。所以呢，虽然有很多人都说这起案件象征着香港的公民社会之死，但我们觉得当人们的万念俱灰才是真正的终点，而现在或许还不到绝望的时候。那最后呢，我们也想问大家，你怎么样看待香港47人案的判决呢？ A 就是政治迫害，参选然后行使议员权利哪里违法了？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B 蛮合理的啊，想要推翻特首，改变香港的制度，就是想要颠覆政权嘛。C 虽然觉得法律不合理哦，但既然法都定了，也只能够遵照吧。低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香港47人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港版国安法以及爱国者治港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Regardez la diffusion des Jeux Olympiques de Chongqing. Oui. 先使申办行动精彩5G HiNet 光时代指定方案，最高享 Hami Video 电视馆首年免费，精彩奥运大开眼界。